职业打野10几年，炭烤蜗牛绝对是德爷吃过最难以下咽的食物。不过除此之外，德爷本次的伙食是真不赖，烤着飘香四溢的鸡油菌菇，吃着里焦外嫩的炭烤薯片，以及绵密多汁的北极鲶鱼，住在遮风避雨的庇护所里，生活水平丝毫不亚于皇室级别。保加利亚的罗多比山脉有着欧洲最后的原始森林，15000平方公里的区域内栖息着6000头凶猛的棕熊。本期德爷却要向他发起挑战，乘坐着节目组的直升机，德爷迅速抵达挑战地点，依旧老规矩，不带食物，不带求生工具，甚至连头发都不带。他要在10天内抵达30公里外的水库。没有缺德地图的导航，德爷凭借头顶的太阳辨别出前进方向。接着背上行囊就踏上了下山路，趁着前期体力比较充沛，德爷打算多赶一些进度。可这看似冒险的行为，实则一点也不安全。这里地势险要，陡坡林立，短短30米的距离内，落差竟有100米，稍不留神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。更糟糕的是，天空又下起了小雨，道路变得泥泞又湿滑。看来德爷必须重新规划路线了。他打算沿着等高线爬到山顶，观察一下周围的地形，再做打算。他来到山顶，周围的一切尽收眼底，重新规划好一条性价比更高的翻山路线。德爷再次出了发，继续跋涉了2个多小时。由于天色开始变暗，他必须尽快下到谷底找地方搭建庇护所。走着走着，他发现了一个隐蔽的洞穴，在确认里面没有棕熊后，德爷决定在这里安营扎寨。来不及生火，夜晚直接躺在地上休息。时间来到第2天，由于夜晚担心有邻居串门，德爷这晚睡得很不踏实。今天的任务依旧艰巨，德爷要跨过眼前的这条河流，不想弄湿身上唯一的衣服。他沿着河边倒下的枯树一点点挪动，有惊无险抵达对岸。身后的大山十分陡峭，德爷挑了个相对平缓的碎石坡，但危险系数仍旧很高，踩在松散的石头上根本不能支撑身体的重量。经过2个小时的攀爬，德爷终于来到了山顶。他计划沿着山脊线往西走，这样能为他节省很多体力。又经过几个小时的跋涉，天色又开始变暗了。这里夜晚的温度能降到0度以下，德爷要赶在天黑前搭建好庇护所。在山顶找到一块空地，从附近收集了一些枯木，熟练搭起一个斜坡小屋，缝隙就用树皮和苔藓填补。本以为今晚能睡个好觉，但晚上的温度实在是太低了，德爷哆哆嗦嗦了一整晚，终于熬到了天亮。眼看3天饿9顿的被动技能已经触发，德爷来到山脚下的树林，打算找点吃的补充体力。发现地上长着大片醋浆草，醋浆草富含维生素 C， 吃起来酸酸的，还有股芥末味。旁边还生长着棵山毛榉树，其树叶富含纤维，有助于消化。他又在附近转了一大圈，在地上看见很多鸡油菌菇，二话不说就塞进嘴里吃了起来，接着打包一些带回营地。返回途中，德爷发现了一颗木蹄层孔菌，这玩意虽然不能吃，却是很好的引火材料。德爷沿着边缘将硬壳敲开，露出里面类似海绵状的组织。在这种环境下钻木取火显然行不通，好在德爷在小溪里发现了几块黄铁矿，可以利用它们相互碰撞产生火星。返回营地途中，德爷发现了具野马骸骨，不用多想肯定是棕熊的杰作。德爷拿走一撮毛发打算制作鱼线，然后又在旁边布置了摄像机，想看看能不能拍到什么。回到营地搜集好火龙，德爷挑了个合适的位置，就开始了生火大业。经过2小时不断的敲击，终于冒出了滚滚浓烟，接着放在火绒上轻轻一吹，熊熊烈焰被成功点燃。有了火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自己安排了一道炭烤鸡油菌菇。等待的这段期间，德爷将捡来的马毛编制成鱼线，方便后期获取食物。半小时后，鸡油菌菇的香味弥漫整个营地，德爷趴在地上直接享用了起来，吃起来松软鲜美，简直好吃到爆炸。德爷吃的根本停不下来，就差没把木炭吃进嘴里了。这晚有火堆相伴，德爷终于能睡个好觉了。时间来到第4天，德爷取下昨天布置的摄像机，看到昨夜果然有头棕熊，这可把德爷吓坏了，惊慌失措的左顾右盼，看来此地不宜久留，得赶紧离开这片区域。途中遇到这种比人高的草地，需要警惕里面可能趴着熊瞎子，一旦遇上，在座的各位都少不了随200吃血。德爷一边前进一边咆哮，不仅能给自己提胆，还能吓跑熊瞎子。离开了灌木丛，德爷来到一条视野开阔的小溪边，顺着小溪前进，速度能快上许多。跋涉没一会儿，德爷注意到树叶上有几只罗马蜗牛，它们是可食用的。德爷收集了6、7只，但在食用前要注意它们的内脏里含有毒素，于是德爷将它们揣进口袋，饿上几天，等排除里面的毒素再食用。继续赶路，德爷又发现了一个山洞，站在洞口认真打量一番，担心里面有棕熊偷袭，德爷对里面吼了几嗓，确定空空如也后才进入，接着掏出火种升起火堆。有了火堆的保护，德爷的底气更加足了。来到小溪边喝水时，德爷注意到河里有鳟鱼，刚好他身上带了鱼线，用石头将骨头敲碎，挑了几个合适的碎骨当鱼钩，用蚯蚓做诱饵，接着把它们横跨在小溪上，希望明天能钓到几只鱼当早餐。来到次日清晨，一早德爷就过来检查陷阱，隔老远就看到鱼线上的动静，提起来一看，果真让他钓到了一只。德爷差点没笑出猪叫声。返回营地清理好内脏，整齐的放在火堆上烤。10分钟后，鱼香肉丝的香味传遍整个营地，送进嘴里绵密多汁，不柴不腻，蛋白质是牛肉的几10倍。德爷吃的连渣都不剩，有了蛋白质的补充，德爷应对各种险峻地形底气十足。就这样翻过一座又一座陡崖，从早上走到下午，距离水库的距离越来越近了，实在是走不动了。德爷升起火堆，打算休息一晚，为明天的最终冲刺做足准备。经过几天的喂养，罗马蜗牛的毒素也排除的差不多了，德爷把它们放在滚烫的炭火
火上，等待蜗牛烤熟期间，德爷又在附近布置了一个捕鼠陷阱。这样一来，明天的早餐就有着落了。至于效果，德爷还亲自感受了一下。弄好陷阱，蜗牛也已经烤熟了。敲开坚硬的外壳，看着这坨黏糊糊的东西，德爷有股不好的预感。但为了补充身体的蛋白质，德爷还是义无反顾，冒死尝试。果然，随着不断咀嚼，一股恶心的味道涌上心头，但还是强忍着吃了进去。结果没几秒就忍不住了，差点连本带利吐了出来。时间来到第7天，德爷一脸疲惫，显然昨天的炭烤蜗牛后劲十足。德爷过来检查捕鼠陷阱，看到陷阱已经被触发，德爷掀开石头，只见里面赫然躺着一只薯片，剥皮处理放在火上炭烤。10分钟后，一道里焦外嫩的大餐就做好了，吃起来嘎嘣脆，鸡肉味，蛋白质是牛肉的几10倍。德爷细细品尝着美味。吃完收拾好装备下山，历经5个小时的前行，德爷透过树丛发现不远处水面反射的白光，不出所料是终点的水库。到此，德爷顺利完成本次挑战。